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综合媒体报道，中国湖北省确诊人数已经突破22000人，死亡人数618人，数据为全中国之冠。为了避免疫情进一步扩大，湖北省今天下午3点半发出紧急通知，宣布实施春与春封闭管理。春与春之间留一条应急通道由专人值守之外，其他路口一律封闭，形同封省。通知中也要求防控工作人员必须全天候在岗，疫情1天不结束，队伍1天不解散，凡是工作队员擅离职守，一律严肃处理。而广州市今天也发公告，要求春居室内的文化、娱乐等聚集性的场所一律关闭，全市所有居住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加强人员与车辆出入管理，限制非本小区业主、住户及人员或车辆进入业务管理区域，成为第一个进行人员管制的一线城市。相关措施等同半封城。而由外地返回广州的居民必须当天在网络上或是向所属单位报告，若是为隐瞒旅游史以及健康状况造成疫情传播，将依法追究责任。至于还在疫区的人，在省一级响应解除之前不得返回广州，需要居家隔离的人，则必须将垃圾密封装好，在指定的时间放在门外，先消毒再集中处理。报道分析，广州这项措施是为了应付9号前后出现的春运返程高峰。根据百度资料显示，截至2月5号为止，到达湖北省人数第2多的城市就是广州。而此外，广东其他城市也是春运返程的高风险城市，包含深圳、重庆。一旦大量流动人口由疫区进入广东，对本来就已经承受巨大防疫压力的广东各城市而言，将是场重大的考验。此外，中国天津市防控指挥中心今天也召开新闻发布会，该区域目前总共确诊23名，都与保持百货有关，病患包含百货公司的员工、顾客以及他们密切接触者。目前百货共194名销售员已经集中到隔离观察点。据了解，上个月19号到25号曾经出入百货公司的客户人群大约为9200人。官方呼吁曾经到访该百货的民众自行在家隔离。对于停工多时的中国，即将在下周1起陆续开工，随着人群频繁接触，传播风险恐将进一步提高。对此，哈佛大学公卫专家、华裔学者丁亮警告，全球正在面临史上最毒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预测至少还要在1个月才会达到高峰，所以一线城市必须加倍警惕。根据中央社的报道，36岁的丁亮表示，对比 SARS 期间3个月上升到8000个病例，武汉肺炎疫情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确诊人数就已经超过3万，3倍数的时间跟3倍量的病例传播，等同于 SARS 的9倍数。而对于这波疫情接下来会如何变化，丁亮预测疫情还会再持续至少1个月才会进入高原期。那要如何做好防护工作？丁亮提醒，从公卫的角度来看，一般人应该多注意个人卫生保健以及小细节，例如不要用手指头按电梯开关，以卫生纸辅助，杜绝细菌接触的机会。他强调，在人多的场合，手尽量不要触摸很多东西。而随着中国复工复学的日子到来，有专家警告，湖北以外城市的病例可能会随之增多。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近期报道，未来15天，中国城市疫情危险系数排名中，北京排名第1，接下来依序是武汉、广州、重庆、上海、杭州、成都、温州、深圳。至于为什么北京比武汉还要危险，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分析，因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经济活跃度最高，人流量最大，发生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也最高。中国城市规划学院副理事长、厦门大学教授赵燕京也认为，这项系数排名很可信，北京一定要加倍警惕，要做出比其他城市多10倍的准备。而 WHO 1月31号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哈佛学者丁亮表示，尽管现在大多数的确诊病例跟死亡率都集中在中国，但是他跟其他很多学者对新冠病毒是否有可能发展成全球大流行疫情一事都不敢掉以轻心。而近期各国纷纷针对中国旅客祭出严格的出入境管制，丁亮认为全面禁飞中国是个难题，如果没必要就别去旅行吧。
他建议尤其要特别小心一些从武汉扩散出去的第二层感染地区，例如香港。李文亮医生在7号凌晨因为感染新冠肺炎病逝，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武汉市政府、武汉市卫生委员会等机构都纷纷发文，对李文亮的病逝表示深痛哀悼。人民日报海外版账号也在微博上写道：他们欠你一个道歉，我们欠你一句谢谢。李文亮医生一路走好。不过，中国网友显然不领情。联合早报报道，经济观察报表示，李文亮是最早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示警者之一，却因为被警方训诫签下一纸留有手印的训诫书，被污名化为造谣者。有网友说道：我们不愿意看到跟病魔苦斗了这些天的医生背负着造谣者的声明来离开世界，呼吁当局应该要为那8名造谣者来证明，并且追责那些动用公权力来打压造谣者的人。也有网友发文表示，有人用血掩盖，有人用血来呐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湖北政府欠李医生一个道歉，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除了追思李文亮之外，似乎也表达对他生前曾经被训诫的质疑跟不满。由于中国官媒昨晚发布李文亮死讯报道，随后却又删除，改口称李文亮正在抢救中。直到7号凌晨3点48分，武汉市中心医院才公布李文亮经过全力抢救无效之后去世，引发外界的质疑。微博账号福州校园因此打上世卫组织缅怀李文亮的标记字句，呼吁大家记住李文亮是2月6号过世，而不是2月7号。同时引用李文亮生前接受财经专访时说的话，也就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而新民晚报今天也在封面上面用黑白的形式刊登了李文亮生前戴上口罩的照片，以送别李文亮医生为头版。头版下方也刊登了评论文章，指出李文亮的吹哨未能吹醒某一些梦中人，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吹哨人之一，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7号凌晨传出病逝的消息，引发舆论的沸腾。当外界为他生前被当局误会的遭遇感到愤恨不平的同时，他家人的现况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自由时报报道，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的知名学者展江，今天中午12点31分在微博发文表示，他已经核实了一条消息，也就是李文亮的妻子傅雪洁目前在湖北枣阳市娘家隔离，在得知丈夫离世的噩耗之后也开始发烧，他的弟弟为确诊病例，父母也开始发烧，但家中还有一个5岁的稚子没有人看顾，所以只好发求助书，请求各界给予紧急的帮助。但有网民质疑消息的真实性，表示最先发布这一条微博的人已经把消息给删了。不过另一位中国的博主刑法学人罗翔也表示，某公益机构的朋友直接跟本人联系，他的助理刚刚也跟傅雪洁本人联系，情况属实，但他本人说不希望媒体过多的打扰。不过澎湃新闻报道，在求证确认过后，证实李文亮的家人全都平安，包括原本被感染的父母也都已经痊愈，而李文亮的妻子目前也相当的平安，并未被感染。李文亮的岳父在接受李视频的访问时也澄清，网传求助信并不是他们发的，并说女儿目前有点发烧，肚子里的孩子还好，但一家人都有发烧的症状。另外，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官方微博今天也表示，该单位旗下的动支委员组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将资助李文亮医生家人人民币100万元。另外，360集团董事长兼 CEO 周伟毅也在微信朋友圈表示，将个人捐助人民币100万元来照顾李文亮医生的家人，聊表心意。中国天津市政府公告，武清区人民医院因为将一名武汉肺炎患者误诊为普通发烧患者，让他在呼吸内科住院治疗，导致医院面临到了交叉感染的危机。4号凌晨紧急封院，总计有973人因此遭到隔离。
综合媒体报道，该患者在2月1号因为发烧咳嗽1周，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接诊的医生诊断之后判定为普通的发烧患者，当天入住呼吸内科来治疗。3号晚间，武清区疾控中心对该患者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4号凌晨显示结果为弱阳性，将样本送至市疾控中心复核，同样是弱阳性。5号市疾控中心再一次的取样检测，检测结果为阳性之后，成为天津第70例确诊病例，并将患者转至海河医院来救治。报道指出，4号凌晨检测结果呈现弱阳性之后，防控指挥部立刻启动应急的处置措施，第一时间封锁患者所在的病区跟住院楼。早上7点封控武清区人民医院，目前有973人遭到隔离，其中739人转到集中隔离点进行观察隔离，234名患者则实行住院隔离治疗。武清区委常委吴立祥在6号的记者会上承认，这个病例没有经过专家的会诊跟病例讨论，并跟他的哥哥收治在同一个病房，恐怕会形成交叉感染的风险。他也强调，该事件对于发热门诊管理流程带来警惕跟教训，医院对于发烧的病人应该要更加的慎重。中央社也报道，为了避免民众常常因为医疗费用太高而拒绝就医，中国财政部今天祭出4条政策。首先是确诊患者个人负担费用采财政兜底，中央财政补助60%，对于疑似患者则由就医地制定财政补助政策，中央财政视情况来给予适当的补助。第二是对于参加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可以享受工伤待遇保障政策。第三则是对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线医疗卫生人员，中央财政给予定额临时性的工作补助。第四则是针对疫情防控物资的政府采购，简化审批程序，打通物资供应的绿色通道。2019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确诊人数不断的增加，各国卯足全力开展疫苗的研发工作。目前，中国、澳洲、日本跟台湾都已经成功分离武汉肺炎的病毒株。中央社引述法兰克福广讯报报道，一家德国生技公司获得大笔资金的挹注，预计今年夏天就可以展开临床的试验。另一则中央社报道也引述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英国科学家沙托克带领的团队取得重大的突破，将疫苗需耗时2到3年的部分制程缩短在14天之内完成。这一位伦敦帝国学院黏膜感染与免疫学主任表示，他目前处于即将对疫苗进行动物试验的阶段，最快下周就可以着手。如果获得足够的资金，预计今年夏天就可以展开人体的试验。沙托克表示，传统的疫苗从开发到与临床试验需要费时2到3年，但该团队已经在这14天之内找到候选的疫苗。天空新闻网认为，虽然这支疫苗赶不上对付目前这一波的武汉肺炎疫情，但却是预防未来疫情的关键。针对疫苗研发 ，BBC 中文也有一篇分析提到，有鉴于过去5年来中伊波拉、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兹卡病毒等经验，这一次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工作空前之快。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国官方就迅速的确认并公布了病毒的遗传密码，有了它就有助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尽快确定病毒的起源、病毒的变异跟疫情爆发的过程，以及如何保护人类等讯息。与此同时，科技进步跟各国政府对防控重大疫情的关注，也意味着医疗科研机构能够有财力物力的支持，在发现新病毒的第一时间开始疫苗的研发工作。在美国圣地亚哥的 Inovio 实验室里面，科学家们正在用一种相对新型的 DNA 技术研发疫苗，有望今年初夏天就可以开始人体的临床实验，顺利的话，今年年底就可以进入批量的生产。Inovio 实验室研发部门资深副主任博洛德里克表示，中方提供病毒遗传密码之后，只花了3个小时，他们就透过电脑软体设计好了新疫苗。这一项遗传基因药物疫苗是全新的，因为它可以利用对病毒 DNA 的测序，来开发出专门针对病毒 DNA 当中某个特定的部分，让人体免疫系统最可能做出有效防御反应的疫苗。也就是说，让
让人体细胞变成疫苗的生成地，自动加强人体自然抗御外来病毒的反应能力。当然，现在预测疫情到那时候已经结束，还为时过早。不过，如果 Inovio 按照计划实现目标，那就很可能会创下世界研发疫苗的最快纪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2个月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5号首次就有关问题召开听证会，期间多位议员怀疑北京当局隐瞒中国境内的疫情状况，并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失去了公信力。美国之音报道，在经过多日国际媒体广泛的报道之下，北京原本拒绝接受美国疾控中心跟其他公共卫生专家协助的态度，终于在1月底改变，同意让美国专家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进行调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恩格尔在听证会上直言，中国共产党在疫情大爆发期间对待于本国公民的手段十分的骇人。他还批评北京当局压制资讯的做法是非常不能够被接受的，也必须立刻停止。另外，多位议员在听证会上也提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次疫情爆发之后的反应。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埃博拉病毒应对小组协调员的克莱因表示，他不认为世卫组织还能够被完全的信任，他不信任世卫组织能够对中国的情况做出独立的评估。克莱因进一步举例说，延迟将新冠病毒疫情列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反映出中国在世卫组织的影响力。美国议员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曾经在1月29号的记者会上赞扬中国疫情防控的措施。他还表示，习近平主席对于疫情的详尽了解以及他亲自参与应对工作，让他感到非常的鼓舞跟印象深刻。尽管最后世卫组织宣布武汉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谭德赛强调，这个宣布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而是担心疫情在卫生条件没有这么好的国家扩散。美国35名国会议员5号联名致信给司法部，要求对中国官媒《中国日报》展开调查，并表示该刊物违反了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FARA。美国之音报道，这些议员们指出，中国日报未向司法部报告在2012年前购买广告的情况。此外，中国日报也未提交其中国观察广告的详细财务报表。中共旗下的英文宣传刊物《中国日报》在1983年注册为外国代理人。FARA 要求外国代理人向司法部提供在2人或2人以上传阅的所有宣传资料的副本，并每2年向司法部提交一份详细的美国境内支出报告。在过去30年里，中国日报在多家美国主流出版物上购买广告版面，刊登其中国观察系列的文章。这些广告往往看起来像新闻文章。联名信发起人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班克斯表示，中国日报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宣传工具，被中国共产党用来掩盖政权正在进行的暴行。这些议员们要求司法部提交对中国日报涉嫌违反 FARA 的经济跟法律后果的评估。此外，信中还要求司法部提交一份中国日报遵守 FARA 情况的报告。武汉官方征收大型场馆集中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6号接收患者之后出现医务人员不足、没药、没食物、没暖气、没有电等情况。有人担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引发人道灾难。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大陆新增案例1日上千，光是湖北省就累计近2万的病例。武汉政府紧急新建火神山、雷神山2所专科医院。另外，在3天之内连夜征用大型场馆，作为3所方舱医院，规划收治3400名轻症患者。武汉协和医院医师在网络上贴文表示，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昨天正式接管江汉方舱医院，用行动证明职责所在，责无旁贷，病毒无情，协和有爱，希望攻坚战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早日转为歼灭战。但是官方宣传正能量的讯息却无法掩盖被强制收治患者的骂声。一则流出的视频可以看见，在方舱医院里面，只有医护人员全身防护衣、戴口罩，
患者没戴口罩，穿着自家的睡衣，对医护人员咆哮你走你走，气得用脚踢东西。另外一名被收治在红山体育馆的患者，6号上午接近9点的时候在网络上发文求救。他说自己在体育馆集中营随时发生暴乱，他早就确诊感染，却连隔离服、护目镜都看不见，没有药，没有食物，没有暖气，有电热毯，有插热板，但是没有电。250个人配了2个医生，还没有见到。厕所在遥远的露天，下大雨，没有遮雨设施，地面严重积水，探路斥政府这能力真是无力吐槽。另外还有一名微博网友指出，他的阿姨是新型冠状肺炎的患者，在6号凌晨被通知要送往条件更好的大医院，结果被送到武汉客厅会展中心建成的方舱医院。但是方舱医院的条件很差，完全不是新闻里说的那回事。早餐只有几块小点心，也没有医护过来登记病情、发放药物。吸氧设备严重缺乏，上百人的病区一瓶氧气都没有，咳嗽声此起彼落。100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也没有人打扫。他还在贴文内附上医院实际照片佐证。最后他恳请政府尽快改善条件，不能因为病人目前是轻症就掉以轻心，强调轻症患者也有人权，大家都想活下去。不过也有医护人员跳出来为官方护航。风传媒报道，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医生也发文呼吁大家不要散播关于方舱医院的负面舆论。他说方舱医院是为了救人，请现在不要给方舱制造负面舆论，如果让其他患者都拒绝入住，害的是更多的人。他强调万事开头难，希望大家耐心等待，生活物资和医疗服务措施会慢慢跟上的，也会让患病的患者慢慢康复。而针对这个情况，自由亚洲电台致电询问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室设备简陋的状况，值班人员仅以最开始会有部分这种状况带过，并且建议记者拨打武汉市指挥部的电话具体了解情况，但是电话拨过去不是无人接听，就是转为传真机的声音。自由亚洲电台另外电话访问住在武汉的当地人张毅，他在这段时间和一些志愿者拍短视频，在群里传播当地情况和协助支援对接。他说武汉政府目前征用13个大型体育馆、展览馆作为方舱医院，最起码可以切断传染源，把必须在家隔离的疑似病例隔绝。但是他也坦诚，这里面也可能引起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尤其1000多个人住在一起，生活卫生问题怎么解决？他痛批政府完全没有一级设备。张毅质疑，如果其中有确诊的超级传播者，里面却不是1人1室的单独隔离病房，岂不是把病毒也传给了疑似病例？他说武汉现在还是冬天，这些人在里面不知道晚上是否有取暖设备，这些疑似病例如果有防疫物资资源却什么都没有，就是人道主义的灾难。张毅提到，武汉肺炎从最开始小小点搞到不可收拾，政府一直瞒报。其实政府1月3号就向美国通报，却对内封锁消息，封城造成500万人流向全世界。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武汉市是全国第一个布建天网系统的城市，15分钟就可以通过手机定位一个人一整天去了哪些地方，可以很快找到有没有到过华南海鲜市场，早早定位把去过华南市场的全部隔离，就不会造成全世界的恐慌。但是他说，政府最强的定位就是怎么抓人民，而不是抓病毒。现在中国民间开始有个说法，这个新型的病毒并不是冠状病毒，而是冠状病毒，单冠的冠，这个毒全是单冠引起的。其实病毒不可能扩散的这么快，是单冠的人完全不当一回事引起的，而且全部都是对上不对下，因为他们不是民选。张毅还说，目前湖北记者报道一场家庭小火灾，湖北省委书记气得拍桌说不许报道负面讯息，谁报道就撤谁的职位。国家官僚体系是报喜不报忧，一切冠状病毒的疫情都以新华社通稿为主。武汉没有前线记者，公民记者方斌去医院短短拍5分钟，就在救护车拍到8具尸体，急救间还有2具，传播到全世界，让世人看见真相之后，他立马就被抓。最近还传出中宣部派出300名记者到武汉采访报道。张毅质疑这些记者根本是到武汉歌颂功德，报道现在怎么从一个胜利走到下一个胜利。
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至今已有500多人死亡，3万人感染，许多城市封城封路，恐惧和愤怒席卷全国。中国著名感言学者许章润发文痛批当权者无耻之尤，民心丧尽，累死前方将士，祸殃亿万民众，还在空喊政治口号，人心丧尽之际，便是末日到来之时。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许志勇则发表劝退书，要求习近平让位。疫情下的沸腾民怨是否会撼动北京？在这疫情关键时刻，中国公安部却继续强调，疫情防控首要工作是维护政治安全。究竟当局准备怎么做？美国之音报道，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认为，许章润的观点是反习重于反共，但是在今天，反共和反习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习近平所代表的就是共产党，那么共产党所执行的就是习近平的想法，所以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他称赞许章润是有骨气的文人，他看许章润教授这篇文章内心非常感动，因为他刚从中国出来没多久，深深知道在中国境内的这种恐惧和压力，但他也强调，许教授今天敢说这样的话，代表中国人、中国的读书人没有全部沦落为共产党的家奴，全部被打断脊梁骨，连一句真话不敢说，让他非常感动，非常敬佩。陈建刚还认为，政治安全才是中共考虑第一要素，歌功颂德已经准备就绪。他说，政治安全其实就是一种统治权，对中共来说就是掌握国家权力来继续统治这个国家，所以不管造成多大的损害，不管造成死亡多少无辜的民众，中共所关心的还是政治安全。在今年出现这种大范围的瘟疫时，中共所反复强调的还是政治安全，也就是统治权。他分析，从发动记者开始反转舆情，开始制造感动等，其实这就是中共2个执政基础、2个支柱之一，就是暴力和谎言。而就在习近平表达他将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疫情的防治工作时，就决定了必然要有歌功颂德、庆功会、表彰等安排。他强调，这就是中共的本性。另一方面，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则认为，这次严重的疫情基本上把中共当局过去精心打造的强国形象给彻底打破了，这对中共当局的统治来讲是一个极其不利不妙的消息。中共他一直在吹嘘他的政权如何强大，让中国如何能够很快的赶超西方，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统治正当性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但是这次可以说这个形象被彻底的打掉了。他分析，此前的贸易战已经让中国人清醒了很多，接下来的这场疫情彻底证明，中共当局控制的这个国家完全不像他们所吹嘘的美好，仍然还是一个糟糕的体制。而这次疫情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共这几十年统治成效的一个检验。事实证明，中共的统治是这次疫情爆发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不是中共政权隐瞒消息，疫情不可能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最后，小明认为，民众处于恐惧而不是愚昧，中共政权会被少部分觉醒者颠覆。他说，现在民众并不愚昧，而是处于一种恐惧之中。一旦民众普遍觉醒，反抗的民众不需要100%都站出来，只要有1%、2%的人站出来，中共这个政权就维持不下去，它就会崩溃。